58岁大叔大太阳底下吸阳气，3个月后体检，医生看完都惊讶。王大爷今年58岁了，平时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坐着晒晒太阳，每天都会去那里晒太阳，每天都会预留出时间。王大爷的老伴就说，这件事情你倒是坚持的很久。晒太阳晒出了什么感觉？我感觉我现在身体好多了，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。王大爷的老伴不相信，笑着摇了摇头，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。原本以为王大爷说的就是一个玩笑话，过了3个月之后去做身体检查，听了医生的话之后，王大爷的老伴才知道原来他没有开玩笑，因为之前王大爷去做过身体检查，骨密度其实并不算很好，而且血压也有一定的问题。但是这次去检查，医生说王大爷的各项指标都变得稳定了很多，尤其是血压还有骨密度值。王大爷笑了笑说，晒太阳果然是有用的，一旁的老伴儿都惊讶了。难道晒太阳真的有这么多的好处吗？晒太阳的好处。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还有中老年人都喜欢待在屋子里，一坐就是很长时间。其实这对健康是不利的。如果我们能够经常出去晒晒太阳，会有很多的好处。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让骨骼变得更加健康，能够预防骨质疏松。对中老年朋友来说，身体的一大问题就是骨骼出问题。一旦骨骼健康出现问题，很有可能会出现骨折，也就会引发其他的身体疾病。而骨质疏松说白了就是钙质流失过多所造成的。如果能够经常去晒晒太阳，是可以促进物质的合成，最终转化为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的出现可以促进钙的合成，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没事出去晒晒太阳是有利于补钙的一件事情，也能够起到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。对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心脑血管疾病威胁健康，也特别容易致命。而经常晒太阳是能够有助于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，就是因为如果长时间生活在光照不足的地方，关于心脏类的疾病发病率也会增高，比如心肌梗死。所以如果能够时常去晒晒太阳，维生素 D 变得活跃了，身体的炎症发生率就会降低，从而起到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。另外，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晒太阳的话，是可以有效的预防近视的。有研究数据表明，如果长时间生活在没有阳光的地方，那么患有近视的几率会增加。这是因为有阳光是可以促进身体多巴胺的形成，从而降低眼轴变长的风险。除此之外，晒太阳也可以预防老年痴呆。老年痴呆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恐惧的一件事情，会导致生活质量下降，也会给家人带来麻烦，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害怕的。如果能够时常晒一晒太阳，是可以有效预防老年痴呆的。主要是因为经过紫外线的照射，人不容易缺乏维生素 D。有研究表明，如果能够补充维生素 D， 身体的该种元素足够是可以使痴呆的风险下降40%左右。最后一点就是，如果时常晒太阳的话，可以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。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，睡眠也是一大问题。时常出去晒太阳是可以调节内分泌系统，尤其是睡眠相关的激素，也就能够调整我们的生物钟，可以早睡早起的同时，又可以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。总而言之，晒太阳有很多的好处。大太阳底下吸阳气真的这么管用？在上文当中有提到过，时常晒太阳是有利于骨骼健康的，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能够预防骨质疏松。像王大爷今年58岁了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倒退，钙质的流失速度也在加快，所以在没有晒太阳之前，王大爷总是觉得腰酸背痛，而且觉得自己骨骼特别脆弱，干一点活就觉得特别累。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钙质流失速度过快，以至于骨骼健康出现的问题。本来老年人骨质疏松就是一大问题，如果不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的话，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。所以王大爷选择每一天固定的时间出去晒一晒太阳，在太阳的帮助下合成维生素 D， 有利于钙质的吸收。在饮食上又注重补充钙元素含量较高的食物，这样就完成了闭环，有一定的补充，又可以吸收得很好，骨骼更加的健康，减少了骨折的风险。
而且在晒太阳的过程中，很多的老年人都觉得心情特别好。很多的疾病都与心情有一定的关系，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心情变好了，身体的疾病也就少了很多。而王大爷的血压之所以会好，是因为在太阳的帮助下生了一种物质，叫做一氧化氮。这种物质的存在可以帮助血管扩张，使血压降低。所以很多有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可以选择适合的时间晒一晒太阳。通过这种方式让血压降下来，有利于平稳身体的各项指标。但是晒太阳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，晒得不好很容易导致皮肤老化，也容易致使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。这是因为对温度的把控不好，选择的时间不对。那么具体来说，晒太阳的时候应该注重哪些问题呢？一、晒太阳的时间。首先就是关于晒太阳的时间。对于一些注重养生的人都知道，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了解的却一知半解，觉得晒太阳的时间越长越好，其实并非如此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一定要把控好晒太阳的时间。通常情况下，建议在30分钟以内，因为时间过长，无论阳光的强度如何，都有可能出现晒伤的情况。所以建议老年朋友出去晒太阳的时候，尽量控制在30分钟以内，并且要根据太阳光的强度来调节一下时间。另外，关于时间方面，也跟中老年人的体质有一定的关系。如果身体情况不是很好，也可以适当缩短一下，因为晒太阳本身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不能是越长时间越好，而是能够坚持时间长，每天都晒太阳。二、晒太阳的地点。其次就是关于晒太阳的地点，有很多人会选择在家里隔着玻璃晒阳光，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生活中采用的玻璃透光性并不强，紫外线的波段能够透过玻璃的概率不足50%。如果距离窗口再远一些的话，这样晒太阳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可能只会导致自己变黑或者是皮肤老化。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去户外直接晒太阳。需要做到的是，太阳能够和皮肤进行直接接触。三、晒太阳的位置，当然所选择的位置也要注意。通常情况下，躯干的皮肤对日晒的敏感度要比我们的四肢高很多，而面部的皮肤相对较为脆弱，脸部是需要做好防晒的。可以晒一晒胳膊、腿、背部这些皮肤相对较厚的地方，因为不会被紫外线所晒伤，之后想要白回来也会更加容易一些。当然，尽量也是要做好防晒，因为有时候没办法保证紫外线的强度，还是做好防晒为主。再次要考虑晒太阳时所处的位置，可以根据影子的长短来把控。其原理就是影子是身高2倍时，紫外线的指数相对是比较安全的，而影子在身高1到2倍时，晒太阳的时间可以控制在20分钟左右，那个时候也是最佳。可是如果影子是短于身高的，那么紫外线强度可能会更强，尽量控制在30分钟之内，不然很有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伤害。另外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对于儿童晒太阳这件事情，一定要把控好时间，而且大多数孩子在晒的时候要时不时移动位置，不能够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待着。最后一点，如果不想太麻烦的话，就是选取一个固定的时间点。最佳的晒太阳时间通常在11点到15点左右。正常情况下，春夏秋3个季节选择这个时间段是最好的，可以将我们的双臂暴露在阳光下，面部做好防晒。关于晒太阳的次数，每周3次左右其实是最佳的。如果想要增加天数也是可以的，但还是要强调做好防晒，并且少吃一些对光比较敏感的食物。以上就是关于晒太阳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和建议。其实晒太阳这方面还是比较有讲究的，尤其是在所选取的位置，还有晒太阳的时间上。同时也要根据不同的年龄，适当的调整一下晒太阳的时间。总结，现在很多人都习惯在室内，觉得紫外线太强，很有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伤害。因为我们日常总是在强调防晒，总是认为太阳光对我们的身体就是有危害的。但其实并不是，晒太阳的过程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，有利于钙质的吸收，这刚好是人体所需的。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，钙质流失的速度本身就快，吸收率也下降了。
如果能够经常晒太阳，使维生素 D 的合成变多，促进钙质的吸收，就可以有效预防一些骨骼方面的问题。当然，在晒太阳这方面，并不是晒的时间越长，紫外线越强越好，而是有一定的讲究，不然的话很容易晒伤，尤其是面部的皮肤相对较为脆弱，老化的速度可能就会更快，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些晒太阳的事项。